可以说中国远期看还是挺好的。那近期呢，美国依靠它的这个历史优势啊，可能还是占据上风，把我们打压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是要有信心的，未来我们还是可以突破美国的各种封锁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房屋面对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一直在持续当中。大家都认为拜登上台之后原来特朗普的那一套就会被取消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不是要取消，而是改变了进攻的策略。最近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就说美国准备拿出新的工具来在贸易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美国有可能拿出什么样的工具呢？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请王宇天先生对美国可能的新的贸易进攻的工具进行一个分析。我们知道，从特朗普开始打贸易战美国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心态，那就是什么呢？我是老大，有人来挑战我了，我一棍子把他给压下去。然后现在呢，他就说呢，是说用新的工具来对付中国。我们知道以前的工具基本上都用完了嘛，贸易战、科技战，除了不打仗之外，基本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其实美国也是通过这几年的对中国贸易打压，发现之后，过去那套失效了，没有用了。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还增长了20%几，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是有3000多亿美元。所以现在呢，美国就是觉得不行了，再这么搞下去，这个老大的地位不保了。那现在呢，我们不能用这种高傲的心态不能用这种比较狂妄的心态来看中国了。目前看可能有哪些手段呢？当然现在已经有端倪了，比方说最近美国拉着日本、韩国、台湾搞了一个 Chip 4联盟，就是芯片嘛，芯片联盟就是说呢，要把这高科技，就尤其芯片这一块牢牢的捏死在手里，坚决是不让中国染指这一块。但是中国呢，现在当然也在努力了，在自力更生。其实呢，就是中国现在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就像您说的，一些原材料的供应，包括中国在蚀刻机其实大家知道，光刻机现在中国被打压得很惨，但其实蚀刻机中国现在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对，就是那个韩国台湾日本这些厂商都采购中国的这个蚀刻机。虽然蚀刻机这一块呢是一个后道的一个工艺，但是也缺不了毕竟芯片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是相互耦合非常严重的一个产业，缺谁都不行。他除了搞芯片联盟之外，还想了一个招，就是要让制造业要回归美国。这一套行得通吗？这一套其实在特朗普时期呢也干过，就是比如说他强压台积电还有三星去美国投资办厂，这事儿早就干过了，还包括富士康。然后这个事儿后来叫唤了几年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为什么呢？当时去了之后承诺的去了之后给你补贴，去了之后没有。美国还有一个邪招就是呢对中国进行控制和制裁，也就是说它的一些高端的东西，或者是在中国的产业链当中需要美国的那些技术不给你提供了，这招管用吗？这一招应该说是管用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在很多产业上都占据上游嘛。对，就产业链上游，虽然中国可能在整个产业的百分比上占得很高，但是核心技术在美国手里。但是这是个两败俱伤你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那还要把它生产出来的，光设计不生产，你的利润空间也有限嘛。现在美国是想什么呢？就是把这一块呢给挪到一些其他国家，比如说印度，比如说越南，还有像墨西哥，还有巴西等等这些国家。其实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产业链的它的工作质量和中国没法相比。不管是印度还是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他们产业工人的自己的素质以及他们的敬业精神，这两个方面有很多国家与中国那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就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生产线放在它的生产来的质量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交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守约的精神那是不一样的。典型的就是印度，既不守约，质量也不是很高。然后所以说呢，美国现在急着要对付中国的这些工具，其实呢基础并不牢靠。中国这边呢，我们产业升级的这个路线是可以说是被政府牢牢的掌控的。怎么发展，然后发展的速度怎么样，节奏怎么样，
我们是有绝对的控制力的，而且呢，我们是有国力这个强大的保证。这两边的未来产业上的竞争啊，可以说中国远期看还是挺好的。那近期呢，美国依靠它的这个历史优势啊，可能还是占据上风，把我们打压得很难受。但是呢，我们是要有信心的，未来我们还是可以突破美国的各种封锁的。更重要的是，时过境迁了。如果这个招数啊，在15年之前用，那中国呢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 GDP 当中贸易占的份额占70%啊，而现在整个 GDP 当中贸易占的份额已经降到了30%。中国现在正在加快双循环的这么一个经济策略，所以啊，戴奇这个策略现在对中国不能说一点没有杀伤力，应该说杀伤力并不会很大。好，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下一期我们再见。